1941年6月22日清晨，德军突然大举进攻苏联，空前残酷的苏德大血战爆发。尽管战争爆发后的半年内，德军在北、中、南三路都取得了巨大战果，却在年底的莫斯科战役遭遇惨败，失去了灭亡苏联的唯一机会。于是有人提出，假如德军不兵分三路，而是效仿1812年的拿破仑大军，全军集中在中线直取莫斯科，苏德战争就会是另一种走向了。大家好，我是大胖兵，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为什么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不将全部德军都投入莫斯科方向作战。要回答为什么德军会分兵三路亲苏，首先就要知道一个最表面的也是最真实的问题：德军的中央进攻轴线实际上根本不能容纳全部德军部队。许多人只通过网络了解古今战争，形成了不考虑战场实际和后勤保障能力的错误认知。可能在有些人眼里，军队行军就像车站里的人流，根本不需要控制彼此之间的距离。但事实上，任何军队都会制定最基本的行军条令，比如士兵前后间隔1米，每个营之间间隔100米等，这样才能确保最基本的行军秩序。指挥官和传令兵能来回跑动，遭遇敌袭后也能迅速疏散开，形成可以互相支援的战斗队形。而1941年攻入苏联的德军有134个师，包括17个装甲师、12个摩托化师和105个普通步兵师。装甲师在行军时以坦克部队打头，之后是摩托车部队，最后是乘卡车机动的其余部队。而普通步兵师的步兵就完全靠2条腿前进，每个步兵连附近有8辆拉着装备和补给的马车，而支援火炮和其他马匹牵引的后勤车辆则被远远甩在后面。很明显，如果不提前制定好严格的行军计划，几个师挤在一条路上都会引发严重的混乱，更遑论数十个师以上的庞大部队。而雪上加霜的是，尽管苏联西部地区整体以平原为主，但从布列斯特到莫斯科这一路却并不乏天然屏障。譬如明斯克以南就存在着面积很大的普里皮亚季沼泽，这就限制了德军能够通行的战场宽度。事实上，中央集团军群下属的2个装甲集群加2个集团军、9个装甲师、6个摩托化师和37个步兵师，已经达到了当时战场最大容量。虽然在白俄罗斯战役中，德军并没有受到太多地形上的限制，成功实现了对苏联西方面军的合围，但从明斯克向斯摩棱斯克进军的过程中，战场空间的限制就日益暴露出来。很多德军军官无奈地发现，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通往莫斯科的几条公路整体状况和拿破仑时期差不多。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苏联的5年计划主要精力都放在城市建工厂，而忽略了对全国公路交通网络的建设。尽管斯摩棱斯克大道没有被大规模破坏，但铺装沥青的路面很少。德军步兵被迫忍受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甚至迎面驶来一辆拖拉机，扬起的尘土都会让德军士兵误以为是苏军大批坦克来袭。当然，跟拿破仑战争时期相比，此时德军拥有大量的履带和轮式车辆，至少不会出现运输队运的粮草被其自身全部消耗掉的荒诞情况。但是机动车辆对道路的需求远高于马车，坦克也要尽量在公路上行驶，以减轻动力系统和悬挂的磨损。可德军却没有设立如野战交警的部门来解决哪支部队优先使用道路，甚至有些装甲师竟然被迫让运建材以修复机场的空军卡车先行。同时在大军整体向东进发的过程中，也不断有车辆向西运送伤员和战利品，进一步加剧了交通混乱。由此可见，若将全部德军都集中在中线，会造成多么严重的行军灾难。同时，饮用水和宿营地也会变得短缺，酷暑天气下行军的德军士兵恐怕会大批因疾病而倒下，拿下莫斯科就更困难了。回顾从入侵波兰到战役到入侵苏联，德军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极小代价取得辉煌的战果，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对方的配合。德军总是通过装甲部队在敌方防线薄弱处打开缺口，而敌方却依然延续一战时期的作战思维，大部队继续在一线阵地死守，坐等高机动性的德军装甲部队长驱直入，杀入后方。
当指挥官认识到必须后撤时，其已经被德军步兵和装甲部队合围，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溃败。因此，德军想要在短时间内结束苏德战争，就必须在同样拥有大量装甲部队的苏军反应过来之前，就歼灭其大量有生力量，并让其新动员的部队陷入战略被动。而在6月22日之前，苏军沿边境线由北向南部署了列宁格勒方面军、西北方面军、西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共290万人的一线部队，其中拱卫莫斯科门户的西方面军下辖4个集团军、44个师、67.8万人，装备9172门火炮、2958辆坦克和1909架战机，总兵力少于当面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130万人装备双方各有千秋，但对中线德军来说，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此时的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刚愎自用又思维呆板，竟然将苏军主力部队部署在比亚维斯托克突出部中，形成了既不利于进攻又没有构筑防御阵地的危险局面。开打后又完全不知当面敌情，强令后方的部队主动前进，发动反突击，结果直接钻进了德军第2装甲集群和第3装甲集群形成的口袋阵中，进而这导致中线出现了重大失利。但同一时期，德军在北线和南线取得的作战就没能取得如此大规模歼灭战的效果。那么假定德军将全部兵力都用来对付西方面军，那么明斯克战役甚至斯摩棱斯克战役都将取得更大的战果。可这样，南北两线的苏军就有了足够长的时间从混乱中恢复过来，建立好稳定的指挥链条，各部队的弹药和油量补充到位。而即使中线出现比真实历史上更大的危机，苏军统帅部在莫斯科方向仍然拥有足够多的预备队，可以在斯摩棱斯克以东同德军死磕。而南北两线的苏军部队就可以在最高统帅部的从容运动下，向德军的后方发起反包围。而再强大的德军部队，一旦其后方补给线被切断，也会在几天之后像历史上被其他包围的苏军部队一样丧失战斗力。事实上，德军之所以在斯摩棱斯克战役后从中线部队中抽调第2装甲集群去执行支援南方集团军群消灭苏军西南方面军的任务，就是因为到这时中线德军已经形成了孤军突入之势。如果不能尽快消灭乌克兰方面的苏军，一旦德军进攻的势头衰减下来，就得需要大量兵力防御侧翼苏军的反攻。而如果德军全部直扑莫斯科的话，这样的想象就会变成真实的威胁。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不可能这样冒险。许多人认为，如果德军放弃其他目标，不顾一切地直取莫斯科，那么苏联一定会灭亡。其依据是，当时的莫斯科不仅是苏联的首都，而且还是最大的工业枢纽与交通枢纽。一旦攻下莫斯科，则南北两线的苏军将无法互相呼应，同时苏联也来不及将莫斯科工业区的工厂东迁，从而丧失同德国进行持久战的能力。而事实上，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之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将官反对分兵南下，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但如果在苏德战争初期，德军就一路直扑莫斯科，情况就未必如此了。当时的苏联经过10几年的快速工业化，其除了莫斯科之外，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地区也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况且俄国人在抗击拿破仑入侵时，甚至更早的彼得大帝时代，就积累了放弃重要城池并主动进行焦土作战，来逼迫对方进入持久战，并最终将其拖垮的经验。因此，假如德军完全无视苏联其他工业城市，只从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进军，那么斯大林完全可以率最高统帅部公开迁都列宁格勒，并通过无线电指挥苏军进行持久战。而如果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等工业区没有被德军摧毁或封锁的话，即使损失掉了整个莫斯科工业区，苏联仍然有足够的工业产能来支持继续战斗。事实上，苏军在1942年时陷入最羸弱状态，重要原因是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莫斯科和乌克兰工业区的工厂要么已经被德军攻占，要么正在疏散迁徙的路上。据统计，1941年时，全苏与国防有关的1360个大型企业，战争爆发后有455家东迁乌拉尔地区，210家去了更远的西西伯利亚，250家去了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还有约200家去了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
兵工厂搬迁必然导致数月内产能下降，对苏军短时间内战斗力的消极影响和沦陷整个莫斯科工业区差不多。况且拿破仑进攻俄国已经证明，拿下了莫斯科也并不能真正给俄国人在精神上以沉重一击，除非能将列宁格勒、基辅、斯大林格勒等历史名城全部拿下，将苏联中央政府赶到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地区，使其降级成地方政权，这才有可能动摇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进而让沦陷区的普通民众甘愿接受亡国的命运，否则光拿下莫斯科没意义。在1941年初，苏联最高统帅部就感觉到了德军也可能会大举入侵，但斯大林和朱可夫等人就德军的主攻方向意见不一。朱可夫认为，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德军大概率会直取莫斯科，但斯大林却认为，当时德国已经穷兵黩武，其国内经济高度依赖苏联的资源，一旦双方爆发战争，双方交易自然就不会继续。因此，斯大林判断德军主力必将直取乌克兰，故而苏军将多达90个师的兵力用于乌克兰方向，结果导致中线兵力严重不足。但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希特勒也在莫斯科和乌克兰之间游移不定，否则就不会有强迫中线德军分兵前往乌克兰这一举动了。而德军许多将领都有在一战时期同沙俄军队鏖战的经验，所以在制定对苏整体战略时，他们一方面低估苏军的实力，把其视作加强版的沙俄军队，另一方面又在一战时期鏖战3年，却未能实现大规模掠夺俄国资源，导致最后德意志帝国因内部崩盘而被迫投降而耿耿于怀。所以德军分3路进攻苏联，以便能占领其大片领土，掠夺资源，是符合当时德国客观需要的。当战争进行到1941年11月时，苏联已经损失了40%的人口，63%的煤炭产量，68%的生铁产量，58%的钢铁产量，60%的铝产量，还损失了38%的小麦和肉类产量，60%的猪存栏数，84%的糖类产量，而德军却赚得盆满钵满，这是一路直捣莫斯科做不到的。另外，和一战时期不同，德军的闪电阵中想发挥威力，离不开每天都在消耗海量汽油的飞机、坦克与汽车，而德国的盟友罗马尼亚的油田只能供应德国1/3的石油需求，而位于高加索山以南的巴库油田却能满足德国的需要。很明显，如果德军不想在击败苏联之前，战争机器就陷入油荒，就必须做好进军高加索的准备，也就必须先歼灭乌克兰方向的苏军。这就注定了德军最起码要同时分兵莫斯科和乌克兰2个方向。而如果只考虑2个进攻轴线，那么聚集于列宁格勒地区的苏军随时可以南下切断中路德军的后勤线，所以又必须派兵横扫波罗的海沿岸，这样还是3路会攻苏联的计划。当然，德军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在1941年夏天将主力全部集中于北线，迅速攻克列宁格勒，这样就可以利用海运来保证部队得到充足的后勤物资，之后再沿铁路线由北向南，一步步夺取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从而实现彻底灭亡苏联。但是列宁格勒以东可以说是苏联西部的苦寒地带，德军根本抢不到多少资源，显然违背了发动亲苏作战的初衷，所以这个计划最终被放弃了。那么屏幕前的朋友，你们认为如果德军全军直扑莫斯科，会比历史上表现得更好，还是败得更快呢？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